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了新的一周啦，我是 Mina。我用了一些新的一些功能，好，这边有一个麦克风，收音麦克风，新的一些想法跟企划。那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不聊艺术家，我要来聊一聊，就是有关于艺术思维。画了很多年嘛，然后也从事艺术很久，那我觉得有很多的想法，就是想跟大家来分享。艺术思维，我这是第一次听过这一句话。第一次吗？这样子。好，艺术思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那个你的思维 OK 了，也牵扯到就是你的创作方面的一些问题。我就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好了。大家有听过那个穷画家吗？是不是我们会认为说，学画画人是不是都很穷，对不对？分享我自己的一个小故事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就很喜欢画画，就是幼稚园我就知道我非常喜欢画画。那我觉得我可能以后呢，我也是会从事艺术，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说我要做的是一个艺术家，就觉得说我以后长大我要画画这样子。到国中的时候，我才面临的人生有一个非常惊讶的事情跟 shock 的事情。就是到国中嘛，国中毕业不是就是要考高中？那高中的话，如果以后你要做艺术了，那你就要念这美术班。你如果说你那个时候没有选择，你可能以后会稍微就是转的弯会比较多一点这样子。那现在不一定。那我比较惊讶的事情，我那时候在选择的时候，我就跟我妈妈说，我妈，我想要画画这样子。以后我想要念这个复兴美工。我妈妈听得很生气，然后她怎样生气？她就把我那个桌上那个画笔把它全部都折断。非常激烈哦，因为我妈个性其实是还蛮强势的认为嘛，然后她就把我的笔都折断，我才惊讶说，是我说错什么话了吗？这样子，我那时候还不太懂，她就告诉我说，你要做老师啦，你读黑东就散了啦，还没钱啦，就记得这个样子。然后我那时候对钱是没有任何概念的，非常非常惊讶。那当然那个情况之下，我也就选择了听话，没有伤心。只是不理解，那个时候并不到容易伤心这件事情，让我觉得说我没有办法，我第一次没有办法理解自己的选择为什么不被支持这样子。但是这个你喜欢画画这件事情啊，就是一直就是深植在心里嘛，我就被灌输了，就是说画画没有用，画画会很穷。很小的时候就被灌输，尤其以前的时代更是对，以前的时代是这个样子。直到我开始就是中间的一些挫折、一些经历，我就不说了嘛。很多人也会说画画很穷，你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来吗？因为我们听到的很多的故事都是告诉我们画画很穷，例如说梵谷。例如说常宇，对不对？这些人都很穷，20异乡啊，这个之类的。糊口的话，就是其实是有一点难度了。好，那其实我后来就是经过这20年的整理，其实很多从事艺术的人啊，他对金钱其实大部分是不看重的。其实钱大家都很喜欢嘛，有钱更好啊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觉得说，其实大家艺术家他是一个比较追求就心灵富足的。金钱你并不是太重视的一些族群这样子，所以你也不会去想说买什么名牌啊什么的，不会，只会想说哇这个颜料很棒。对这个我们一般人就是很多人会去逛街嘛，那我们对那种都不会有兴趣，我们就会喜欢逛那个美术社啊、五金行啊、特力屋啊那种东西，你会觉得很有兴趣，因为那时候也不是太了解，因为我们对这个名牌、对这种爱美啊，我们根本也没有说特别的憧憬这样子。那可能就是说，这个你喜欢艺术人，应该是说大部分的人啊，我不能说全部。我追求精神层面的，还有经过就是画画嘛、展览嘛，然后教学啊，然后还有就是遇到很多的厂家，最重要就是遇到很多艺术家的刺激，让我会总结起来，什么叫做穷艺术家？其实穷艺术家并不是说你真的就是口袋没钱啊，那种说物理上的那种穷，实质上的那种穷这样子。有5点分享给大家。第一个是认知穷，就是说你的专业上，因为很多的艺术家他就是一条路就是通到底嘛，然后他画画，他会画水，他就一直画到底这样子。他也没有去思考，他就一直画。那他也没有想说，我要去精进自己这样子。还有就是你对这个艺术生态的这个问题，这
个艺术生态是指基本生态这样子。不是外面放。对，不是说画画，我喜欢画画这样子。好，艺术商业，你要知道说这个你跟画廊怎么去合作啊，这样子，这是比较基本的。好，那你跟人家的这个合作上面的一些问题，这样，还有你专业技能上的，就是这一条路你就是要去追求，而不是说你不知道怎样去走下去，你要去精进，那你要去思考这件事情，就说啊，你可能要去研究，如果你是喜欢画花卉、植物，那你可能就是要去研究相关的一些知识嘛，就是说你要充实自己啊，这样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关系穷，你会想到什么？ EQ 也低了，或是不想跟人家打交道啊。大部分的艺术家都是比较就在自己的世界啦，就是不太想要就理会外界的事情，大部分都是 I 人啊，很少就是 E 人这样，不知道有没有讲对，很少就是活泼外向的啦，很少就是懂得，大部分都是关起门，然后就是做自己的事情这样子。那这个关系穷的意思就是，例如说粉丝的关系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要去经营它，你跟画廊的关系，还有就是你跟厂家之间的经营这样子。第三个就是人脉穷，这个跟第二个大部分有一点点像哦。可是这个人脉是什么？例如说，人脉就是人家说的所谓的钱脉，对，也可以这样讲。例如说媒体嘛，因为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就是你跟厂家，然后还有策展人，还有你跟家人，有关于一切就是跟人有关的事物这样子哈。这个人脉穷，那这个人脉穷，其实很多的艺术家们，大部分都是出现在个性上的问题，自己个性就是比较不喜欢跟人家交际啊，或者是说对于社交他就是比较恐惧啊这样子。很多人说，我为什么要理那些事情？我就关起门来画画就好了。可是又是不一样。如果你要走入市场了，这个就是必须要就是去注意到这一方面这样子。然后再来第四个就是人格穷。讲人格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很重要，因为你要有一个修为，百业通用啦。我后来我觉得人格的结构就是什么？就是你的本我、自我、超我。人格呢，就是结构会有三个，就是一个叫做本我、自我、超我。什么叫做本我？你的情绪跟 EQ， 其实在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艺术要啊，你还是要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啊，你的情感啊，对不对？再来就是追求一些平静的一些事物，好，你要到达一个平静的一个状态，那你才能够创作嘛，好，那你才能够去欣赏美嘛，对不对？去欣赏别人。那另外一个叫做超我，超我就是说你是一个很有自律的人，那你是一个就是很有艺术情怀的人。再来的话就是你可能就是要为人类谋什么，追求一些人生的一些意义，或者是我要帮助大家看到画能够去想到什么事情。对，就是例如说前阵子不是有那个凤梨大象事件嘛，所以全球那时候就在发起就是画大象的保育的这件问题嘛。最后一个见识穷。这不是讲说你去哪里旅行啊？不要是个井底之蛙，有时候讲一些东西太自大、太狂妄，不懂的。对，世界有多大，或是有更棒的东西。这应该是说你的认知还有你的心知的一些问题，它会展现在哪里？你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，或者是在讲你的一些想法的时候，那因为有很多人就是在跟你讲话的时候，你就会受不了嘛。怎么就千古不变的一个观念这样子，一直用自己固有的一些想法，一直跟你讲话，或是跟你争辩，很爱跟人家争辩。那明明观念是很不行，或者是比较落后，那他就会用那种八股的那个观念来跟你讲观念。这没办法，这是真的。对。我有一次跟我同学是个教授，对，听不进去，他完全听不进去，但是他在学术上可能不错。我有看过，就是有人他明明讲经营，然后他就根本他没有经营过什么东西。对，但是他就是讲了很多经营这样子。对啊，就是他以为说他懂得学术，其他他都懂。对，其实不是这样。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意思就是什么？你跟人家交流的时候，他就是会觉得，你的都不对，甚至他说，我怎么没听过？我不知道，我没听过。他就会用说，我没听过，就是用那种很主观的一个意识这样子。每个领域都有专业了。对。对啊，他的见识就是你应该知道说自己也许你的领域是不错的。对，你其他也要尊重别人的专业。其实优秀的人，其实他看的东西，他的深度跟广度一定是会
跟你不一样嘛，交流当中你就可以提升自己的一些思维。那我觉得就是你提升思维的一个方法，就很多人会说去旅行啊，然后或者是说走走啊，有的人会说多看书。我会觉得说会多看一些纪录片，一些名人伟人的传记，或者是一些不同的一些纪录片。好，这个也是有关系，就是你要有正确的一个社交观念。什么叫做正确的一个社交观念？就是说你要学习去倾听跟思考，然后你不要去容易去否定别人，或者是说你就是要去跟人家辩解这样子，就学习思考这件事情。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啊，我是觉得是百业通用，因为很多人就是比较常听艺术家们就会说我怀才不遇啊，然后我没有人赏识我啊，这样之类的。所以就是你可能就要去思考看看说你是不是这5项的问题你到底中了几个这样子。如果你中的越多，就表示说可能我们进步的空间就是要更多嘛。那当然努力是很重要的，这个努力就是在你的专业认知里面嘛，而不是说你艺术你画这一张画画得多好，这个技巧多么的高这样子，无能能敌啊这样子不是那个意思。所以你这次是讲给艺术家听的不是讲给对啦，也可以这样说，或是有想成为艺术家的人。对对对，就是你想从事这条路的人，然后或者是说打开心胸啊。对，就是慢慢的去打开一些思想这样子。这个艺术家一直怨天尤人，生活也很痛苦。穷没有关系，但是你开心。对，穷的开心。做个总结，就是我觉得20几年来呀，我不管是哪一个道路啦，或者是说在你做任何的一个事情，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最大的一个差距啊，在他的格局跟见识，这是我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想法。当然也是包括了胸襟这样子。如果说人有见识了，就会决定说我们对于做事情的一些方法，你可不可以看清楚你自己的一个样子。当然如果说你有这个格局，就可以决定就是处理问题面对挑战的一个能力。就是我有常常在种这些植物嘛，那其实我在植物上面我也是学到很多。我讲的这个格局跟见识是这样，就像这个小小的花盆里面你一定是长不出大树的嘛，要去思考你的条件是不是太小了。那有时候社会的竞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所以我的结论呢，就是你一个人的你生活的一个厚度，还有你思考的一个厚度啊，自己内心的一个包容度啊，会影响到你整个的道路，还有就是你人生的一些方向，当然也会影响到你生活的一个状态。如果大家有什么很想听的一些艺术方向的一些思维，或是艺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啊，就是也欢迎就是底下留言来跟我们聊一聊，我们把这个艺术拿来一起聊一聊，好像也不错，也许开启很多不同的一些思考这样子。好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